风月闻言，脸上全是惊异之色，但见韩立丝毫表情没有，一咬牙将镜子拿起，往里面看了一眼。怎么回事？我的脸，这是毒气，我什么时候中毒如此之深？难道是那老贼用的东西有毒？风月一见之下顿时魂飞天外，然后慌忙将腰间的储物袋往地上一倒，一片白光之后，一大堆瓶瓶罐罐出现在地上。他急忙拿出几个瓶子，不管3721，把丹药往嘴里猛灌。韩立冷眼旁观，在一旁任由对方自己服下丹药，一言不发。服完了丹药，风月也顾不得再和韩立说什么，立刻在原地盘膝打坐，想要借着药力将毒逼运出去。但是仅仅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再次睁开双眼，脸上惊恐之色反而更深了3分。这怎么可能？这么多解毒圣药竟一个都没有用，我中的是什么毒？虽然以前没有见过，但应该是食绝毒中的苦毒。苦毒？他们居然用此毒来对付我，那老贼果然真投靠了孔家。据传闻，孔家正好有这种毒药。孔家？韩立眉梢动了动，马上神色又如常。不对，苦毒中了应该立时毙命，我怎么还会苏醒？青年忽然想到了此点，竟不知从何而来，生出了一些力气，一下翻身爬起，想要质问韩立。哼，别不知好歹，要不是有些事情想要问你，我岂会浪费一枚浩元丹在你身上？你能留下一条小命暂时活着，还要多靠你脖子上那件东西暂时抵挡了一下毒气，否则毒性攻心，就是仙丹神药也无法让你重新醒来。你动了此物。青年一看韩立提及药时，才发现自己视若性命藏起的东西不知何时袒露在胸前，顿时心中一惊，竟顿时冷静了下来。我很好奇，一个筑基期的修士中了苦毒，竟然没有马上毙命，自然想要探究一下原因。不过那浩元丹也只是能将毒气暂时压下，1日后毒气就会重新攻心，你还是必死无疑。浩元丹，我好像听说过，似乎是一种很珍惜的丹药。我接着再服用此丹，能否将毒气继续压下？风月思量了一下，神情有些紧张，对方竟听说过此丹，这倒让韩立有些意外。继续服用，当然可以暂保你小命，但你知道此丹是用什么炼制而成吗？这根本不是用来解毒的丹药，而是结丹期修士突破瓶颈增进修为的灵丹，根本就是有价无市的东西。结丹修士增进修为的丹药？风月即使预料到此丹珍贵异常，听闻此言仍然一时无语。不过你要真想活命，倒也不是没有办法。什么办法？只要能救小弟的性命，什么条件我都答应韩兄。我也不要你什么报答，只要你一会儿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就可。行，只要傅某知道，绝不丝毫隐瞒。韩立淡然一笑，不置可否地说出了一个办法。办法也很简单，既然中了苦毒，这具身体毁定了，那干脆再换一具就是。以前中过食绝毒的修士有不少都用夺舍之法逃过一劫。夺舍？怎么，你觉得这个方法不行？多谢韩兄费心，但夺舍对别人可以，但傅某却是无法使用此法。无法使用此法？难道你已经……不瞒道友，我已经夺舍过一次，现在躯体本不是我原先的身体。这样的话，那在下也无计可施了，毕竟食绝毒本就无药可解。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韩兄见多识广，麻烦再多想一下。不用多想，这食绝毒既然闻名修仙界如此事件，真的有办法可解，那就不叫食绝毒。这么说，我只有1天的时间存活于世了。没错，
即使继续服用浩元丹，多拖延些时日，丹药已尽，你的死期也同样马上就到。韩兄有多少浩元丹？可否都卖给我？怎么，风道友真想买在下的灵丹？此丹倒不是不能卖，不过数量肯定不会太多，而且要等道友先回答在下一些疑问，再说此事也不迟。有什么问题，道友尽管问吧。在下都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不能回答的？好，这样最好。你先说说你的身份，你不是突兀人，你是大晋世家的修士，对吗？道友既然已经猜到，又何必多此一问？风月抬手看了看吊在一旁的玉佩和胸前的银白色钥匙，看来这位以为韩立刚才看到了这两件东西，才刚刚猜出来。韩立嘴角一动，随即无动于衷。宁中冯，指的是哪个宁中？冯家的势力很大吗？还能是哪个宁中？自然是关宁冯家。关宁府来说，也算是势力不小。关宁府，那是哪一个府州？大晋各州叫关宁的府州，的确有好几个，但是宁中府却只有辽州关宁府这一家。风月面带异色望了一眼，似乎对韩立问的仔细有些惊异。韩立却根本就不在乎的点了点头，没有再询问冯家的事情。此物如何得到，又有什么来历没有？这件灵匣佩乃是家父传给在下的冯家信物，道友何故问起此物？信物？难道你们冯家子弟人手一件顶级法器信物吗？当然不是，整个冯家也只有3、4件这样的信物，非直系血脉弟子不可能拥有此物。这么说，你在冯家中地位不低喽？我是冯家的长房长子，若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本应该在数十年后接掌冯家。风月嘴角抽搐了一下，目中闪过一丝痛苦。听到这里，韩立就知道和料想的一样，对方有大麻烦在身，甚至这个冯家看来也出了什么事情。事不关己，韩立下面没有问相关的事情，反而是盯着青年问出了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你们冯家和大晋佛宗有何关系？不要说什么也不知道，既然信物都能被加持如此深的佛门灵光，其中肯定是有关系的。佛宗和我们冯家的确是有些渊源。冯家有一位先祖，昔日是千光寺的俗家弟子，而千光寺是佛门大宗金罗门的分支。我们冯家原本修炼的就是佛宗功法，但是自从千光寺数百年前搬出了辽州，回归了本宗去，我们冯家弟子也就改修儒家功法。风月先呆了一呆，但对此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也是非常爽快。韩立闻言心中一喜，虽然不知道什么千光寺，但金罗宗的确是听说过，这可是佛门在大晋的4大宗门之一。看来冯家以前修炼的竟还是最正宗的佛门功法。这些佛门功法你是否全知道？在下不想修佛门功法，又怎会去记这些法诀？但是我们冯家的确还保存着这些功法的修炼之法。犹豫了一下，风月回应。此时他已看出眼前高深莫测之人似乎就是冲着佛宗功法而来，心里不禁暗叹诧异。要知道佛宗功法到后期虽然威力奇大，但是修炼速度之慢和苛刻却是大晋修仙界出了名的，愿意主动修炼佛宗法诀这还真的不多。韩小子，你问问他们那位祖先修炼到何种境界，是否已经修炼出了舍利子？只有修炼出舍利子的佛门中人，才有可能修炼消除煞气的方法。有关舍利子的传闻，韩立在来大晋之前就早已通过典籍了解过一些。舍利子是佛门中人特有的一种东西，有的是在结丹期的时候出现，有的却是在元婴期才会修炼而出，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对佛门的修士来说显得非常神秘的一种东西。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佛门中许多高深功法神通都必须有舍利子后才可以进行修炼施展，故而对修炼出舍利子的佛门中人，其他宗派修士即使远胜其修为，也都大为忌惮。韩立暗暗点了点头，从容地向风月问出了同样的问题。舍利子，昔日我那位先祖的确修炼出了此物，要不是其他方面无法突破元婴境界，先祖恐怕也不会心灰意冷，开创出宁中冯家。韩立精神大振，看来运气还真不错，或许根本无需深入大晋就可找到解除煞气的功法。想到这里，韩立微然一笑，神色也缓和了下来。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回答完就可以了。道友还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就是了。你只是一名筑基期修士，为何这人会用苦毒这种奇毒来对付你？要知道，从某个方面上来说，十绝毒甚至可比一些珍稀丹药要珍贵得多。他如果打算活捉你，就更不可能使用此毒，但若一心想要杀掉你，以他结丹期的修为，似乎又是多此一举。原来是此事，道友不知道，这冯轸的老贼其实是我们冯家7年前收留的一位魔道散修，当年因为得罪了一位高人被追杀，为了保命，自愿给我们冯家做仆，甚至改了姓。当时我祖父还尚在，冯家还算兴旺，故而可以庇护此贼。而此贼先前一直负责冯家和突兀人一些部落的交易，我到此原本是想找他，但是没想到此贼暗中投靠了孔家，才在驻地现身引我到此。至于用苦毒，自然是他身上早就被下了冯家的独门秘术，只要是冯家筑基期以上的嫡系族人，都可以施法禁止住他的修为。他要不是用苦毒暗中偷袭我，我怎会毫无还手之力？原来如此，据说苦毒是无形无色，并且沾染瞬间就能让修为低浅的修士马上瘫软陷入昏迷。那个孔家看来就是你们冯家的大敌了。不错，孔家和张家、金家还有我们冯家，算是关宁府的4大修仙家族。原本一开始井水不犯河水，没想到近些年我们冯家刚刚示弱了一些，孔家竟突然联合起其他2家，冲着我们冯家暗中下手。风月说到这里，脸上现出了狰狞之色。他一位世家大少，如今流落到异族草原，还被害得命不久矣，自然将这3家都恨得咬牙切齿。